前2天啊，因为迈错一步，还差点打起来了，派出所都来人了。啊，肖律师，您喝水。好嘞，谢谢。啊，乔律师，我大概听明白了，你们几位的父亲庞国老先生呢，在5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你们的母亲过世之后，和吴秀芝结婚。吴秀芝呢有2个孩子，大女儿李琦和小儿子李贺。2位老人呢婚后情感稳定，临终前写下遗嘱，准备把他们共同财产的这套房子留给庞志东。对对。 2位老人先后故去，李琦姐弟呢就起诉你们，要求析产，并且拿出另一份号称是2位老人订立的遗嘱作为证据，是这个意思吗？哦，我父亲在美院干了大半辈子的行政工作，他虽然不是专业学美术的，但是他老喜欢随身揣个本儿。他走到哪儿，如果看到什么事情他觉得好玩的呢，就随手描2笔。 既然传票已经收到，答辩期也没有几天，你们肯定收到了法院给你们对方证据的复印件。那我们看一下材料吧。没问题，是。小律师，我瞒你说，你说这事儿我真是一头恼火。你说好好的俩人吧，你在一道在一道，你非要结什么婚，领什么证？他们这儿好了，夕阳无限好了，我们这是人间无限愁啊！哥，咱爸死了。小龙不怕啊。 我们当时候是不同意的，现在搞得一地鸡毛的。就是，你说什么不合适？我们现在天天要送孩子上班，还要照顾我弟弟。你这查什么呢？查相关人员的企业背景。整理材料就不能回所里吗？有一天我加班。 主任路过，特意的上来跟我说，太晚就别干了，打印机也得歇歇。那至少我们可以找一个亮堂、清静点的地方啊。那你说哪儿啊？你家、我家还是哪儿？好了，行了，你不用说了，我现在觉得这地儿挺好的。对呀，这不是你选的地儿吗？我就是不想在1天之内见到2次韩律师。一开始你就说不清楚，为什么不想和洪律师合作？怎么现在连韩律师也抵触了呢？ 要是说你跟这洪律师关系不好吧，我觉得他确实有点针对你。可是韩律师为人很温和呀，你为什么也抵触他？那你和张主任关系好吗？一般吧。那你和薛律师呢？我可听说你们是校友，还住一个宿舍呢。那个货我更烦。那你和你爱人呢？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我就想问问你，有谁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吗？哎。 姐，啊，来坐。你们随便点啊。啊，对，我可是接受不了新世界的红酒啊。哎，肖律师，这么有空？我刚到永清这边的一家红酒花园，一起出来坐坐。你知道我不会去的，这种多余的客套以后就免了吧。谁说的？我可是真心邀请你啊。真心的话，折现啊。哼。王博、雷小坤的代理权我们拿到了，最高院的人应该来京港。 可京港是有最高院的巡回法庭的，你见到的不一定是。巡回法庭哪来的刑庭啊？似曾相识，一见如故。什么？ 我说这姑娘，也说这酒。我说你整天带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律师到处瞎逛，就不怕你老婆有意见？我现在暂停执业，身边得有个能出庭的。你这妆，八成就是这女律师的男朋友给画的吧？
就是我那个前当事人的老婆的新相好手底下的马仔给打的。听你们律师说话太绕，不重要。这是你托我办的事儿啊，看看有没有用。这个邹亮啊，吸毒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之前啊，他从那姓齐的手下拿货，后来姓齐的进去了，他就从那菲菲那儿开始拿货，而且他死之前办了一次人身意外的商业保险，是在那个宏安保险公司投的保。但估计他这死法也没什么理赔的事儿。菲菲是谁啊？周飞啊，本地人，婚外城的，具体哪片儿我不太清楚。哎，南哥，你说我这儿好歹忙活的是将死之人的事儿，你那儿盯着那个邹亮都多半天了。这个死去的邹亮啊，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儿……我看你这是当侦查员时间太久的 PTSD， 你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不是超参标了呀？这是自费项目。你说你除了吃，海港支队赵新成说，邹亮为乔尔廷准备的被害人一家财务明细是伪造的。对，包括周红，还有他老婆严秋，还有他父母，还有他老丈人。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个东西给到乔尔廷，乔尔廷出庭辩护的时候作为证据使用，中院是会核实的呀。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乔尔廷让邹亮去制造这份伪证的话，除非这个邹亮能篡改银行信息库的记录，否则毫无意义。随便一核实，西洋镜就被揭穿了。看来邹亮的经济状况是真的很不好，也难怪他会找我借钱。这吸毒的有几个经济状况好的？而且他之前，他们这个京港银行内部还做过一次审计，好像还真查出了点事儿。当然这些我也都是从京港银行一个法务那儿听来的，没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就冲他能跟你打电话见面这事儿，这也不太像是真的有事儿哈。那这法务参与了吗？内部审计，他肯定找外边人。京港银行外聘的律所有好几家，包括金富所。查查是谁。不管乔尔廷原本打算拿这份财务单据做什么，除了告知法庭说你看我伪造的单据真不真之外，毫无意义。你说这石家律师不会算账也就罢了，逻辑性也这么差。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份伪造的银行单据啊，与其说是针对案子的，不如说是针对乔小婷本人。不管真的假的，或者有什么用意，乔尔廷根本就没机会拿到这个东西。你刚才说他们还查了哪些人？朱红和他所有的近亲属。歇会儿啊！要不要点点吃的呀？可劲儿点啊！今天我买单。顾客这么多，全是住手不干活，哪有时间吃饭啊？我这个也是正事儿，我托我一个哥们儿帮我打听点消息。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正常人了。哎，你看看他啊，有没有觉得他像某个日本漫画里的人啊？啥？一拳超人啊？啊？一拳超人吗？我大概真的是老了啊。这齐老师是做什么的呀？我之前帮过他一点小忙，他这个人呢重情义，包括今天那个抵掉那富康车就是他的，他认识我真的是倒了大霉了。关系确实不错。车的事你跟他说了吗？真不能说，这要说了关系就该不好了。我就让他帮我收集一些有关于邹亮的消息，就是那个我遇害的同学。
跟你做同学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说起邹亮，他大概是我这些年最瞧不起的人。但是现在想想，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看什么呢？没事儿，我就是确认一下这是不是我住的地儿。我怕我这一不留神儿，就习惯性的直接回家了。我今天加班，回去晚，顺路过来看看你伤怎么样。哦，多谢。你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要知道的话，我能早点回来，咱们俩就能一块儿。你过来。闭眼，闭眼。过来。应该再有2天就能消肿了。片子我看过了，没有骨折或者骨裂，这些软组织挫伤就得靠时间养着。晚上要觉得疼呢，就抹点这个药。你给我抹点。哎，要不要上去？来都来了。乔大律师，我孩子还小，我得趁他睡着之前回家，我就不跟您上楼再续前缘了啊。我今天是回来的晚，所以顺路过来。离婚协议书呢也没带着。疼啊？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你这么关心我，我很成情。今晚月色真美。啊？今天没月亮啊。哎，看你这么早回去，我还以为你睡了呢。没呢，我找月亮呢。啊？什么？哦，没事儿，你说吧。啊，我问了那个法务，他说他们银行参加内部审计的常年法律顾问是金富律师事务所，开会时到场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叫邝北平。我知道了，辛苦。薛律，今晚咱们出来做，也是我们哥俩有点事儿想找你谈下。说，你知道这段时间来，主任吩咐我们做了不少事儿，基本上都是针对乔少廷的。拆迁公司那个姓曹的，还有人心所的马律师。我知道你从马律师手里撬过来的那个案子，那个被性骚扰的女孩手里证据不足，案子你赢定了。就有点缺德。男女这种事儿很难说清楚。你的当事人做过什么，你心里头一清二楚，不是吗？不错。
我也喜欢风流，但我讨厌下流。少廷，你怎么今晚有空给我打电话？你方便说话吗？有个事儿，我可能要找你帮个忙。难得你跟我开自考，说吧，只要我能做到。哎，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没事的话出来坐坐。永庆路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红酒花园，我刚到。哎，这档次……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呀，你这个家伙呀，你能不能活得轻松点？哦，对了，我先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在你那儿能看见月亮吗？晚上我和乔律师去了府南街一家叫朱哥的酒吧，在那里整理了西产案的相关资料，然后我们就分开了。那就是说，雷小坤的死刑复核代理权他也拿到了。是，但他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乔律师似乎向我暗示我，你觉得他会把这么重要的死刑复核交给你？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告诉我。肖律师，不要以为跟乔律办了2个案子就是他的心腹之人了。乔律是老江湖，他一时不变，只是利用你。我知道，只有洪律师真心为我好。你可以走了，明天有什么情况继续向我汇报。洪律师再见。我上天文网站查了，昨天是这个月的农历初1，晚上很难看到月亮，而且我还查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从昨天到今天就是多云多云，都不是多云转晴。你问我有没有看到月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是随口一问。不，今天主要来找你是为了让你帮我一块儿去查一查。不可能。我跟你一个宿舍那么些年，我太了解你了，乔少廷，你绝不可能是随口一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少廷？我真的就是随口一问。不对，不，我昨天在我们家天台上没看见月亮，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打电话问你一下呀。您说，有病啊！哎呀，你换车了？这宏图律师的车，我借用一下。那你原来的车呢？一言难尽，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走啊！你现在什么都不敢跟我说了，换车都不跟我说。哎呀，走！哎，昨天晚上的夜宵是你花钱买的呀？别客气，你就不用回请了。谁还回请你？我是说那个味道不错，而且你今儿还得请我吃顿好的呢。也是发现了什么可以邀功的干货了？你昨儿不是跟我说咱们无权进入公安内网吗？别跟我说你黑进去了。还没做到那份上，不过我有权进入咱们法院内网呀。废话，那我也能进去啊。我查了一下被害人朱红和他近亲属有没有过涉诉的记录，结果查到2年多前，朱红的岳父严培旭有过一起民事诉讼。
隔壁邻居厨房渗水，相邻关系的损坏赔偿。诉讼标的一共是600多块钱，估计主要是为了置气吧。但你看一下他的代理律师是谁？邝北平，金富律师事务所主任。他不是主攻刑法的专家吗？你说，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让邝教授心甘情愿地为一个几百块诉讼标的的民事案件亲自出庭呢？说吧，想吃啥？别着急啊，你再看这个。我又查了一下邝北平这些年在金港的案件代理情况，发现他不止一次为金港银行的贷款案件出庭，或至少挂过名。金副所是金港银行的常年法律顾问。那个邹亮，不就是金港银行的？少廷，我可仔细想过了啊，你昨天是不是假装问我有没有看见月亮？实际上你是想提醒我昨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对吗？啥？6年前你们造反成功，邝主任离开了德智，带着我和付超成立了金府。我记得就是在5、6月份的某一天，但是我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实际上就是昨天，对不对？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天，我甚至都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是真的只是随口说了一声。我拜托你，你不要总是追问我行吗？哎呀，你让开。哎呦，具体的你回去自己看吧。大概的情况就是，当时审查发现，作为信贷经理的邹亮，可能存在协助借款人伪造担保材料，并收受回扣的事实。邝主任参与了讨论分析，并跟邹亮进行了谈话，断定其并未构成违法或者违规，所以邹亮什么影响都没有，甚至连内部处分都没有。邝北平跟邹亮单独见过面。嗯。3月11号。怎么了？就在邹亮死的前一天。少廷，你该不会是认为邝主任杀了你那个老同学吧？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们会在德智造反，把邝北平从主任的位置上给选下来，甚至逼他离开吗？这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市群里的幼师长大了，总要把头领踢开，更何况你和张正找来了韩松阁的儿子做靠山，不想再位居人下了。不是，是因为跟着邝北平做了那么多年的案子，我跟张正逐渐的发现，他是打着代理和辩护的名义，利用在行业内的资源和影响力，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违法吗？违法，而且昧着良心。哦，你不要跟我说良心这2个字。哎，如果用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占领制高点，你可以批判所有的律师，但你能说所有的律师都没有良心吗？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3产，我们是服务行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法律的技术支持。是我们的行业标准就是看合法还是违法，不光我们这个行业。哎，就算在法庭上认定事实，靠的也不是所谓道德和良心，而是证据。我知道你没法接受这个。对呀，我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啊！不，你是个真小人，但是你有良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比我和张正更有良心。真的。感谢乔大律师终于对我的认可。我懂你的意思，
我也不想充什么伪光正。哎，东子，你跟着邝伟平读他的在职硕士，又跟他共事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儿都没发觉吗？他为什么？发觉他其实是个邪恶的人吗？比邪恶更邪恶的邪恶。那是什么？伪善。我们有的，你可以都有。主任真的要是有什么状况，咱们仨谁都好不了。就算主任真有什么事儿，我们能怎么样？离开金凤？这些年，所有的资源都掌控在主任的手里，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来吧。目前倒真是没有证据显示东港拆迁公司对他们实施过暴力行为。还有就是他们请的那些律师，有点死磕的劲头，一再要求证据关门时间，可能还是不死心吧。这种小撮的底层律师啊，不用理会，我会让他不要继续再闹了。你专心走好你的法庭程序啊！好。小丁，孙洛故意伤害的那个案子，用词准备好了吗？我还是希望争取一下无罪辩护，毕竟涉案凶器上采到的指纹不光是有孙洛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做案子不能光抠细节。要从最核心的法律关系入手，这明明就是一个有定论的案子。审判长老姜也是第一批复员从事司法工作的，我很熟悉。你尽量配合好庭审，给被告人争取一个最轻辩护就可以了。可是赵局长，我觉得主任说的没错，咱们就尽好自己的本分。少廷，你得改改你的臭脾气了。我们是律师，我们是办案子的，我们不是靠编排案子去坑当事人和被害人的。但他现在是主任，咱们所有的核心资源都掌握在他手里，咱只能听命行事啊。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主任，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你说什么呢？我问你能不能保证，你不会成为另一个邝北平？行，反正我也当不了这主任，我跟你保证。我保证你会坐上主任的位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大男人又是同行，在你们单位旁边喝个咖啡，这不是很正常吗？再说是你让我来的。张主任，今天还是冰美式啊？对，谢谢。好的。昨天你说那事儿有辙了。肖律师前不久承接了一起交通事故的损赔案，我们的客户是被告芈月阁，可是刚开庭不久。有个叫李彩霞的，找到原告律师孙志英，向他透露了芈月阁在安全和劳动保障上的一些纰漏。孙志英以此要挟芈月阁，和原告达成了庭外赔偿和解。这个李彩霞是一个法学本科生，据说正在准备司考。他有一个同租的室友，叫肖珍。
恶意串通对方，损害委托人权益，这可以吧？肖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他们也收了好处，或者就是单纯的同情心泛滥，谁知道？你是怎么查到内情的？这也不重要。有证据吗？你只要把这个告诉邝北平，他就算是辩，也会给你辩出正确。剩下的就交给律师法。先生，您的宾律师。哎，谢谢。你不会也是同情心泛滥了吧？肖律师才刚刚入行，你这么做会断送他的前程。拿不出把柄来，你没法在邝北平那儿交代吧？肖律师断送了前程，我也觉得很遗憾。可是，在保你还是保肖律师之间，我肯定得选择自己兄弟啊。再有，恶意串通对方这事儿，肖律师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我总不能让你去告诉邝北平，是你俩合谋撬走了我们的顾问单位吧？啊，叔伯的常年法律顾问，全都在这儿。瞧你，开个玩笑都开不起了。开得起呀！你都把我给逗乐了。难得你想的这么的仔细周全。邝主任，交给我，我去说。走了，先记我账。好的。这模范重组家庭，老家一走，为了房产打的是头破血流啊！庞家子女提供的这份遗嘱呢，是一份代书遗嘱。2位见证人谭鑫和马莲都是庞国生前在美院的同事，与继承人呢并无利害关系，所以形式上倒是没什么问题。2份遗嘱都有签名和手印，手印我不太能看得出来，但是签名的字体很像。要是提笔迹鉴定的话，对了，我走访了谭老太太，我觉得她说的应该都是实话。庞家子女也不至于伪造出一份遗嘱出来吧？问题在于，咱们手里的这份遗嘱呢，落款竟然没写日期，而吴家子女的这份遗嘱不仅是自书遗嘱，落款也是有日期的。理论上，没有署名日期的遗嘱很容易被对方主张无效。对方手里的这份遗嘱呢，订立时间是去年的6月26日。咱们手里的这份遗嘱，庞家子女说是老人过世前不到2周变更的，和谭鑫确认这份遗嘱的订立时间吻合，那它就能代表2位老人去世前最终的真实意愿。意愿真不真实，这事要靠证据。证据形式要件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光凭代书人、见证人以及被继承人的证言是无法让合议庭相信我们这份遗嘱是有效的。那你说怎么办？这份遗嘱里有没有提到之前订立过其他的遗嘱？或要撤销其他遗嘱？没有。那你有没有问过当事人或代书人，为什么当时在这份遗嘱写的时候没有写上时间吗？根据谭老太太回忆呢，代书遗嘱的时候，她写完了就找2老确认，确认完没问题就签字摁了手印。她准备拿回来把日期写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床头的茶杯打翻了，茶水就把这张纸给泡了。结果谭老太太又重新抄写了一份，让2老确认签字摁手印。第一份就没有日期嘛，所以抄上的这份也没有日期。一来二回的一折腾呢，最终就是把这日期给忘了。听起来呢是有这个可能。那份被茶水打湿的遗嘱是不是已经被销毁了？早就撕了扔了。无所谓，就算找回来，那一份也一样是没有日期。另一名见证人马莲，你还是要再走访一番。办案子务必要穷尽手段。我们不一起去吗？我还要去海港看守所找王博、雷小坤签委托书。
没有本儿你怎么去会见啊？穷尽手段。不是说这个案子的事务性工作也由我出面吗？你是不想让我碰这个案子了？你别误会啊，我就是自己心里头有点不安。以我对邝北平的了解，我俩一旦合作，他对我的打击一定会接踵而至。但是到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所以。难道说出门就得被人砍，你才比较安心吗？邝北平不是暴徒，他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他一向都是利用某种看上去合法的手段，通过制度来打压对手，包括对待我。他除了利用制度让我暂停职业资格，剩下的就是尽可能的孤立我，直到让我行业性死亡。也就是说，你成了孤岛，而我，是你最紧密的行业连接。他要是打算继续孤立我，应该会对你下手。你是担心邝北平会破坏我们的合作？本来还以为搭上了一个有案源的老律师，非得把我从财政研身边赶走。这个邝北平真的是个坏人。很难判断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他是不是个坏人。只是王博、雷小坤这个案子牵扯到了朱红的失踪和邹亮的死，显然这两件事情都跟他有关系，不然这段时间他何必要如此的关照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么如此的针对你，是他在害怕。我知道，我一定是有做得对的地方，而我对的这部分，有可能是他犯的错。肖律师，你有没有考虑过风险成本？你是说来德智的时候，还是我们俩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没区别吧？保持联络。乔律，你刚才不是肖律师出去了吗？哦，肖律师去取证了，我得去趟看守所。谢谢你的车。乔律，还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吗？你什么都不做，就是帮我了。门给你带上了啊。什么事儿找我啊？我们晚上回家说。你和孙律师见面，没有透露我的身份信息吧？当然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要让你谢谢我？拜托，人家也不傻。怎么了？哦，没事。又不接电话。东北，又见面了。哎，你说我俩刚分开不到2小时，又在我们所楼下邂逅了。
对呀，怎么又见面了？我刚好路过这儿。你刚好路过，我又刚好看见，刚好我又上了车。哎，就冲这个缘分，我今天还得再用你一下。你被征用了，安全带，快点，我给你系。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慢点啊！你还不赶紧去上课？我要去取证了。上什么课啊？我停课证丢了。丢了，你跟他们说呀。我在门口签到那儿跟那个人磨叽了半天，人家说只认证不认人。不能补办吗？人家说了可以补办，你拿着身份证去培训中心就可以补办。但是我身份证呢寄回老家调档去了，后天才能寄回来。真给我面子！哎，干嘛去啊？来，把这拿着，进去。分别会见王博、雷小坤，让他们把字给签了，可能得有一阵儿。正好我借你车用一下，在附近办点事儿。肖律师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他办别的案子去了。怎么了？你们主任打算对他下手了？你这说什么呢？你这整天都什么奇怪的想法？可能是这2天姓邝的没怎么挑衅我，有点不习惯。哎，你要是皮痒这事儿，我还真帮得上忙啊。那行，让他有什么冲我来。下车。小心碰头。你少来吧。哎呦！律师到法院能说自己没带律师证吗？那公安去抓人能说自己的居留证丢了吗？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上心，就你那姐们儿上不上课不打紧。走吧，我还忙着呢。您刚才说的呢，都是比较正式的场合，这是一个民办的收费培训班，也没必要卡消费者，是不是？不管你说什么，没带听课证，我没法放他进去。走吧。来吧。戴律师，等我下课再过来。好。你也是律师吧？啊，那怎么在这帮忙签到？您是政法毕业的？我这个是我原来同学开的，我就过来给他帮个忙。那您是我师哥呀？你也是政法毕业的啊？啊，我在政法读那个在职硕士。硕士？哪个方面啊？邝教授的刑诉。哎呦，邝教授的硕士啊？老爷子现在还收硕士吗？他现在很少收硕士了，我也是有朋友引荐才有的机会。谁呀？你为什么总是不接电话，肖律师？师兄？谁是你师兄啊？我？给谁？哎哎，你好，你好。哎呀，小戴呀，你怎么跟肖律师在一块儿啊？啊？张伟，这2位是最高院的同志，需要提讯一下王博和雷小坤。哦，有律师正在见他们俩。不过没事儿，我可以优先安排您2位。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等里面律师见完再说吧。正在会见王博、雷小坤的是哪位律师啊？哦，叫薛东，金富律师所。金富所。就邝北平那所。2位，这边稍等一下。好。
可以啊，这当了律师就是不一样啊，无证驾驶还有赠品。快去上课吧，我还得取证呢。别绷着了，心里得意就笑出来吧。快去吧，走啦。匡北平不是暴徒，他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他一向都是利用某种看上去合法的手段，通过制度来打压对手。这乔雅婷有两下子啊，居然能指使金副所的律师替他出面办事儿。没办法呀，而且他现在这种尴尬的身份，没准对咱们来说还是好事儿。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不能直接参与任何代理工作的。确切的说，他和王博、李小坤的案子名义上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所以啊，如果需要沟通的话，咱们跟他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需要回避的情况。哎！有一双学位的人，都办完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来，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这是干什么呢？姚律师，明天资产重组的案子开法务会要用这些资料。你印这么多，那复印机不也得歇歇吗？那么多复印机呢，换着用啊，别给印坏了。哎，洪律师，主任，肖律师是不是又跟着少廷出去了？他俩今天好像没在一块儿，怎么了？咱们德智新星又惹事儿了？芈月阁那个案子，肖律师私下串通了对方律师，逼着吴总庭外和解了，这事儿可能要炸。我就知道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乔丽教他的？这事儿跟少廷还真没什么关系。那怎么办？我再想办法。行，我约了人吃饭，先走了。务必要保密啊。知道。他俩就是在这儿把笼子给踢下去的。那你带我上这儿来干嘛呀？我想把你推下去，测一下水流多长时间会把你卷到入海口。你好烦，真的，以后不许瞎开这种玩笑啊！我刚才真的是紧张了。紧张什么呀？要是你这么说，我肯定不会害怕。所以你看，还是我信任你多一点。把你推下去，与我有什么好处吧？除非人家给我1个亿，啊不，起码3个亿，我才会把你推下去。虽然没钱拿，但是如果你把我推下去，一定会有人感激你，而这份感激会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受用很久啊！来吧。这话说的，
王伯李小坤把囚禁朱红的笼子从这儿踢下去，这笼子在入海口附近被打捞出来，朱红不在里边，我怀疑朱红没有死，所以我做了一些假设。假设朱红还活着，或者他想诈死，他会联络谁？家里人。所以呢，我让在京港银行工作的邹亮帮我查朱红家的财务状况，结果邹亮死了。当时留在车里的材料还都是伪造的，我也被抓进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邹亮之前涉嫌渎职，被内部调查，与会提供专家意见，或者说确定邹亮罪与非罪界限的专家，就是邝北平。邹亮出事之前，单独寄了一份材料到我家，这份材料里有朱红的家里真实的财务状况，这部分印证了我的假设。朱红的家属之一，也就是他的岳父严培旭，是邝北平当年在兵团的战友。你是想说，邝主任通过渎职挟制邹亮，然后给你提供假的信息，最后把邹亮给杀了？这里面有一部分我也没想明白。也许邹亮是死于意外，或者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咱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如果邹亮没死，而我相信了他提供的材料，那你等于是向司法机关提供伪造的证据来陷害被害人的家属。这就是这件事情大概的来龙去脉。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这里面太多假设了。他说我为什么要了解呀？肖律师是谁派来的呀？你还是张正？还是说你俩都有份？要再想蒙我，我俩就真的有可能会在入海口见了啊！就算是我吧。你把他派到所里来是为了私下帮我？当然不是，我是要派个人和你一起扳倒那个人，我好做上金富的主任。你，应该不会这么想。你也不可能真的把我给踹下去。可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就相当于把一个新入行的年轻律师置身于职业的悬崖上，一脚把他踹下去。这是他自愿的，这里头有什么风险，他很清楚。在我跟邝北平的较量中，有很多人都在观望，而有些人发现他没有办法再袖手旁观，因为邝北平一旦干掉我，接下来将会轮到他。你原本可以观望的，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选择帮我，谢谢你。我只希望不要牺牲肖律师。你今天没陪他去看守所？今天他说他找别人陪他去了。你不在他身边，乔律还真是没抓手。今天我在律所碰到他，他还问过我。我当时正好有事儿，实在没工夫陪他去。那如果您今天有时间的话，您会陪他去看守所会见吗？当然了，大家都是同事，举手之劳的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洪律师，再见。肖律师，乔律办案，
喜欢掺杂一些个人价值评判，你最好不要被他带偏，否则真出了事儿，能救你的人不会救你，想救你的人救不了你。洪律师，请放心，不管是经手的案件，还是关于乔律师，我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只是希望不要牺牲肖律师，他很优秀，而且潜力巨大。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未来。那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和他搭档啊！而且人现在在你那儿，我说了不算，还有乔少廷。不管是我还是肖律师，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跟你在一起搭档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你这会儿在这儿当什么好人？你说的对。我确实后悔了，我不管，你想办法让邝北平不要再针对他。我怎么可能呢？你帮我在京港银行调查资料的事，也许你能糊弄过去，但是今天在看守所，你会见王博、李小坤的记录，如果邝北平要查，是一定会查到的。你负责保护肖律师，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出卖你。乔少廷，你说的对，我不是什么好人。你什么时候成了邝主任的在职硕士了？咱不是互相利用吗？能用到我就用了。今天我就在干本来该你干的事儿。怎么着？乔律师回来找了你，你是来诉苦的吗？顾问费的事儿已经提现了，怎么交接？今天有点累了，改天再说吧。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你们俩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什么算作异常？就是最近你们办的案子当中，有没有什么关于星象和月亮之类的？你要是再不挂电话的话，我就会有很多跟太阳有关的话对你说。辛苦啊！喂。哎，刘法官，是我。明天上午是什么证据？好的，明白。那明天上午10点第7法庭。谢谢您，再见。唉，看来明天也会很辛苦啊。不仅是辛苦，还有一些烦恼。韩律师，您觉得乔律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他，我不太了解。但是张主任给我讲过一个他们大学时代的事儿。张正、薛东、乔少廷那会儿住在一个宿舍，据说有天晚上他们嘴馋了，想吃宵夜。张正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盒羊肉片，于是他们又从隔壁借了加热棒，还弄了一锅开水，但是没有调料。张正是个讲究人。没有芝麻酱、韭菜花和酱豆腐的传统组合，他宁可不吃，也不想破坏自己对铜锅涮肉仪式感的美好向往。薛东则不然，他因地制宜，用辣椒油卸了2块红方，用他的话说，这叫吃到嘴里就是真理。那乔律师呢？张正跟我说，乔丽劝他们先别着急，等他回家去调料。那时候可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也没有通宵的火锅店。乔律师骑着车往返20公里，从家里拿回了芝麻酱还有别的调料。等他们3个吃完，
天都快亮。我能感觉出乔律师是一个很执着的人。照这么说，他是不是也很会为他人着想？如果你指的是他没有把你的名字写在2份委托书上这件事，那他应该是为你着想的意思。可我确实又有点想办这个案子。你的烦恼不是你能不能办这个案子，而是乔律师会不会答应你。如果他来找我，我会拒绝的。乔律师既不想伤害德之所的同僚，又找不到对邝北平无所谓的人，他剩下的选择就很少。韩律师，我想请教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请教不敢当，你说。 2份书写时间相近的书证能否通过笔迹鉴定区分出时间的先后呢？这个，我得帮你问一下司法鉴定中心的朋友。来，你叫阿祖打架了？啊？嗯。阿祖今天把他们班一个叫99的男生给打了，鼻子都流血了。我一问，是你教的？他怎么打的？是正面出击呢，还是偷袭啊？有区别吗？有啊。大老爷们儿，明人不做暗事，除非别人主动欺负你，是我教的。那叫99的孩子总是欺负人，我就希望我们的孩子面对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反抗。那反抗有很多种方式啊。 他可以跟老师说，也可以跟我说，我去跟他家长交涉嘛，非得打架吗？你小孩子之间发生这种霸凌，好吧，也许不到霸凌的程度，那至少是有欺负人的状况，是不是？肢体上的伤害是瞬时发生的，我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着要做出合理的回应，有什么错吗？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该还手就得还手，你总不能让他以德服人吧？行，我不想听你这些诡辩。 明天下午3点，咱幼儿园见。咱给那孩子家长道歉，顺便把那离婚协议拿走。换锁了。哦，是，但不是我，是房东。我之前不是进去了吗？然后，行，我给你拿一把新的过来，你等我啊。 哎，小厂，怎么了？那个，虽说你是受害人，但也是案件的证人。不是，你都答应我来做笔录的，这都多久了呀？你被打到住院了呀？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一忙给忘了。哎呀，反正我伤的也没多重。哦，所以你就放了向阳分局的鸽子？啊？我说乔尔廷，你是有多不愿配合公安机关呀？啊？ 我真没那意思，你这样啊，明天我肯定去。我就是善意的提醒，你随便。哎，校长，你稍等一下。说。王博、雷小坤那案子，如果我有总结出一些案件疑点，我是说啊，我知道海港支队有很多人都是你的小兄弟，你能不能帮忙提醒一下他们？你是知道规矩的。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到最高院了。 你让我私下去找侦办人员，你几个意思啊？你听着，既然你死盯这个案子不放，我建议你把你觉得有疑点的地方准备一份书面材料，按照正规流程向你觉得合适的机关单位申报，肯定会有人接收的。你的意思是，海港刑侦支队其实还在……我什么意思也没有，记得明天来录笔录。
我问了一下，司法鉴定说，类似这样的鉴定，对于物证本身和用作比对用的检材要求非常高，而且通常情况下很难识别。但是有意思的是，今天还有一个男律师也亲自到了司法鉴定中心去询问了同样的事情。乔律师，我的朋友说，是他同事告诉他的，具体没有问，但根据描述，大概是那个骑行20公里往返去取了芝麻酱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儿。看来大家都想到这个突破口，但是此路不通啊。刚才另一个案子的法官通知我，明天上午还得去听一个录音证据，原告刚提交的，也不知道搞什么飞起。证据突袭是吧？嗯，没关系。如果当庭质证拿不准主意的话，你就跟他们说，回去和当事人核实。不想这么训呀，第一次突袭就被打得不能还手了。那你可以叫乔律师一起，他是反突袭的高手。当庭质证，还可以隐晦地向合议厅提议确认证据关门的时限。乔律师呢，现在一门心思的都放在雷小坤和王博的那个案子上面，我就别给他添麻烦了。再说他去了也就是做旁听席，真要有什么临场应变的，其实他也帮不上忙。你信任乔律师吗？我觉得他很想信任你。其实你可以试着信任你身边的伙伴。韩律师觉得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伙伴？每个人不一样，应该是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人吧。这个你应该分辨得出来。就像那天你吃的那一碗意面，一开始你不觉得辣，但是后来你吃出来它是刚出锅的，是热的。吃口暖食，总会让人觉得心安一点。韩律师，您是？你明天质证是上午还是下午？上午10点。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找当事人再拿一份委托书？可以啊。9点半，拿着委托书到所里，盖章出庭函，我陪你质证。我也是律师。我能不能来一杯？关于那笔顾问费啊，我跟你说一下怎么交接。啊，你说。今晚月色真美啊！你说什么？月色真美。你是说乔少廷？这话不是对你说的，我跟你说一下怎么交接。哎，等等，等等。你刚才是不是说今晚的月色真美？这话是不是乔少廷说过的？他问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你自己抬头看看呀。还有那笔钱，你到底想不想给我了？